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晚讲坛。感恩节到了，也就意味着丰收，同时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冬天快来了。那这个时候，也是种球根花卉最好的时机。那球根花卉包括哪些呢？它的主要品种是个10几种。那最常见的就是水仙、郁金香、风信子、大葱花这么几种。因为我们花园里边的话，去年4月份建花园的话，种了一些夏天、秋天开的花，冬天、早春开的花就没有，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需要把这个早春开的花补进去。那说到这个品种的话，其实就说是现在这个各大商店里面 ，Home Depot 啊、沃尔玛、肯德基泰啊、各大苗圃啊都在卖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品种，不难选。那开花开的最早的就是水仙，它各种组合的品种都有，特别是这一桩，它是从开花开的最早的到最晚的都有。另外的话，如果是一些特殊的品种，那我们可以除了在这商店买过，还可以事先在网站上搜索一下去网购。什么是特殊的品种呢？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多瓣的复瓣的这个郁金香和复瓣的百合这些品种，那网购就可以了。我们打开看一看，今天网购了一些复瓣的，哇，还不少品种。对，我们出去以后分一下类，就可以把这个花园弄得多姿多彩。咱们种菜本身也不是像农民一样是为了这个谋生啊，是为了享受生活。那所以的话，我们在花园里面千万不要忘记种花。不少品种。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要让花开4季。那这个种下去以后，花开3季就已经实现了。好，那说到这个种郁金香、种这球根花卉，它涉及几个问题呢？它涉及4个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花园的清理，因为现在咱们花园里面留下了这个夏季、秋季开花的很多花，有的呢谢了，有的还没有谢。那怎么清理呢？要分情况来处理。首先3种情况，第一，多年生品种。那多年生品种就是说，它冬天可以安全越冬，明年还长出来的，这品种要留下来。第二一个是1年生品种或者约年生品种。那1年生品种的话，也就是栽进去以后，它花开完了，到秋天就变枯，不能越冬的，这些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第3种就是它是多年生，但是冬季耐寒性差一点的，不能在外边越冬的，也需要挖出来放到室内，明年再种回去的，比如说大丽花。那待会我们出去就处理。这是花园的清理。清理完以后要做到这个地面整洁干净。那到了第2步就怎么施肥，因为这是在原来的花圃里面种花，怎么施肥就很有讲究。通常呢，花卉的施肥它是要什么呢？一点点氮，但是充足的磷肥，适当的钾肥，这样才能保证它开花开得好。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往花园里面施了这个鸡粪。那施鸡粪的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它长叶子长太多，太茂盛。以郁金香为例，如果说氮肥过多，那它会不会开花？会开花，但是叶子长得很快的话，叶子扑塌着，那非常影响观赏。所以一定要控氮，不要使用鸡粪这一种偏含氮肥的肥料。那我的做法还是这样，为了花园的美观，那我就使用第5代土壤活化剂 Growth Delay。 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促进开花，花开得好，让花杆挺立，就选得比较整洁，比较好看。这是施肥。那到了第3方面，就是花园的这个花色品种的布局。花色品种的布局的话，球根花卉它有个特点，就是在外边以后，你现在看一袋好像很显眼，但拿到外边以后就不是那么显眼。所以我们种植方式通常为了说引起视觉上的一种感觉的话，就通常需要一窝一窝的种，就是每一个品种种在一窝，就是至少10株以上吧。如果能理想的一点，越多越好，种到20-30个种球一块，形成一个花色；20-30个种球一块，形成一个花色。
那以后老远一看就知道，这个色彩比较明显，比较丰富。那到第4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咱们把这个肥料施了、土松了，种球放进去以后，就存在一个怎么覆盖和保护的问题。那覆盖的话，我们现在种进去以后，通常是挖一个坑，坑的话，为了避免伤到现有的植物，坑挖的都不是太深。那同时的话，经过这一个夏天、秋天的风化的话，原来花盆里面的土已经是减少了，那咱们买了新土补充上去，把原来的也覆盖一下盖起来。同时新种起的种球种多深，刚才没说，现在我说，我们通常的规矩是种球有多大埋多深。那现在咱们这个种球通常的直径都在5公分左右，那咱们就意思说给它埋5公分深。那这个5公分深不是说从球边的底部算起，是头部算起，那也就是说埋到10公分左右的深度，10公分左右的深度，从根部算起。这样的话大概那么深，不能太深，你不能埋20公分、30公分深，也不能埋太浅。这样的话保证它出苗出得好。埋深的坏处是影响它出苗，埋浅了，露在外边，它出苗同样是不好，而且容易受到小动物的破坏。那说到小动物的破坏，就是需要我们要做的一个重点。怎么做呢？咱们有这个 bed netting。bed netting 就是所有工作做完了、摘好了，把 bed netting 盖上，盖起来。盖起来以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种球出芽，芽出了能有大概5到10公分那么深的时候，再把网拿掉。因为一旦出芽以后，它根也意味着扎到土里面了，也结实了，那小动物就不会那么感兴趣了，就会吃掉。小动物这个防护小动物是一个在球面花卉的一个重点，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也必须做好。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感恩节快乐。